欢迎您来到慢慢变好越来越好的频道。不论您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频道，还是已经在追踪我们频道的老朋友，都希望您将这部影片看到最后。今天是2024年的6月22日，我们进入动能致富股海实战主题第4集。影片中投资结算数字是6月21日收盘价。我们按照书中教导的方法，加上自己的想法，直接到股海中实战。学习好理论之后，直接进行实际操作验证。我们是按月来计算动能及投资绩效。第1集制作时间是2024年的4月24日。我们每月24日左右会进行动能计算，接着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持股调整与操作。在动能致富主题中，期待能在实战验证动能致富方法后，加强持股的信心、信念，未来持续加大本金来操作，获得更好的报酬。当然，各位有兴趣的版友，也可以跟着我们操作，一起在股海中实战。我们是真金白银直接投入股市实战，投资决定需由个人自主决定，盈亏自负。我们一起向作者 99%、40岁便达成财务自由的成就看齐，提早拿回人生的选择权，不再受困于职场的工作。想要融会贯通书中传授方法，实战体验是最有效的。快快做，快快错，快快改，快速找到盲点，或者投资上遇到的问题，经由我们实战账户的示范，期待频道可以越来越好，启发多一点的投资朋友，早早动起来，善用复利的力量，提早实现财务自由的目标。我选用书中 CP 值最高的加速防御动能投资法，此方法回测25年年均报酬率是 17.12%。这个方法兼顾攻击与防守，有我常用的投资心法，进可攻退可守，如出一辙。实战验证之后，可累积很多操作心得，经过这些操作经验与犯错反思，可以转化成自己有把握的操作方法。自己一旦对操作方法有信心，就敢用大部位下去投资了。我是用20万来实验，由于每个人的本金水位是不同的，我们可以将重点放在报酬率，以年报酬率来评估这套投资方法。倘若投资部位是100万，年报酬率 17% 的话，就是一年获利17万；而投资部位如果是1000万，年报酬率 17% 的话，就是一年获利170万。如果是大户，投资部位能达到1亿的话，年报酬率 17% 的话，就是一年获利1700万。投资理财有风险，投资朋友具备独立思考、自主判断的能力，审慎评估，盈亏自负。奉上一首自创诗来送给各位投资朋友：投资获利有风险，对等报酬并不少，致富学识能力可，富贵可以稳中得。跟您一起共勉，温馨提醒各位投资朋友，倘若您认真做功课，制定好投资计划，一旦自己的投资定见、投资策略都已经渐渐清楚了，相信就只是获利多、获利少的问题了。稳稳的获利是一定可以的。我们主题的经验分享，或许可以强化您的投资信心，也或许可以帮助您加强执行力与投资信念。我们一起在慢慢变好频道上，将投资做得越来越好吧。截至2024年6月21日报酬率表现，1月17日购入成本为 13.65 元，报酬率为 31.0%； 4月19日购入成本为 14.55 元，报酬率为 23.28%； 5月2日从0892换股至50，0050购入成本是 156.25 元，报酬率来到 20.19%。动能致富这个投资方法，我在2024年1月31日340万存股实战 EP5 第5集中有分享。在1月17日340万存股账户买入第一张0892，开始实验动能致富操作法。4月中旬遇到以一冲突加上道琼连六跌，刚好在股价一路下滑过程中布局14张00892。我们以这14张00892启动实战，打算一路的实验下去。我们用书中 CP 值最高的方法，加速防御动能投资法进行实验。操作方法很简单，只要每个月计算一次00892、0050、00733与00687B， 平均绩效百分比。看哪一只股票的绩效最好，就意味着目前动能最好。我们就把股票摆在动能最好的股票上。这次我将00892改用00830国泰费城半导体。我发现将国泰费半纳入选股清单，应该是比富邦台湾半导体更为合适，因为国泰费半包含辉达、博通美股，美国最强大的半导体企业都在投资组合，当然台积电也在里头。全世界最优质的企业都在美国，相对没有地缘政治风险。单纯从分散风险的考量上来看，00830也是比00892更好的选择。投资朋友如果要将其他 ETF 纳进来，最好选择自己熟悉的产业或领域，对未来的波动会比较有心理准备，才不会面临亏损抱不住，以至于破坏了整个投资计划。这个方法每月只要2分钟，到 MoneyDJ 网页中输入 ETF 代码，进行简单的计算，就可以从报酬比较的功能中找到该 ETF 近1个月、3个月、6个月的绩效表现。我会将 MoneyDJ 的网页放在说明栏中，方便投资朋友使用。
如图所示，将投资组合中的各 ETF 绩效输入表格，就可以计算出平均投资绩效百分比。以00830国泰费半来举例，国泰费半近1个月、3个月、6个月绩效分别是 17.14%、25.70% 及 46.00%， 平均绩效是 29.61%。元大台湾50近1个月、3个月、6个月绩效分别是 13.49%、23.90% 及 45.20%， 平均绩效是 27.53%。受益于台积电、鸿海大爆喷、远大旺50这1个月来的表现超级亮眼，仍然小输国泰费半，但仍然表现非常突出。看一下富邦台湾中小00733的动能，00733近1个月、3个月、6个月绩效分别是 4.81%、4.67% 及 17.50%， 三个数字平均是 8.99%。防守用国泰美债 00687B 近1个月、3个月、6个月绩效分别是 3.62%、3.69% 以及负 0.43%， 三个数字平均是 2.29%。美债事实上已经是底部格局，下半年降息已经是非常确定的态势。虽然动能非常弱势，倘若有看我们这集的好朋友，可以布局 00687B 或 00688L 国泰美债20年正二。国泰美债20年正二估计未来3年内，保守估计应有 50% 至 100% 的潜在报酬机会。有看这一集的好朋友，请认真研究一下我的预测，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收获。动能致富操作方法非常简单，哪一个 ETF 的平均绩效最好，就是目前动能最强的 ETF， 我们把部位摆在动能最强的 ETF 上，就是如此的简单。我们长期用5到10年的尺度来看，能否年年获得 17% 左右的绩效，至少今年是已经超标非常多了。2025年6月21日计算结果，目前投资组合中，动能最强的是国泰费城半导体。倘若股市走空时，连透的计算出来的平均绩效都是负的，这时就要把全部股票换成现金，每月只要2分钟，快速计算上面这张表格，一年最多操作12次，非常的简便，是 CP 值非常高的投资方法。透过实际在股市中验证，倘若长时间验证有效，未来就能长期使用这个方法在股市中获利。我们记录买进、卖出的时间点，并且将持股变化也一并记录下来，统计持有成本与市值，可以了解到完整的损益绝对值的变化。目前整体账户损益率为获利 21.3%， 获利金额是 44,861 元，受惠于鸿海与台积电大涨，表现非常亮丽。从5月底的 9.11% 大幅上涨到 21.30%， 单月绩效 12.19%。倘若我们有100万的动能自负部位， 21.3% 的获利是21.3万。倘若有1000万动能自负部位，获利就是213万，其实是表现不俗的报酬。待在场内才有得分的机会。如果这个投资方法能完整走过一个多空循环，如果动能自负操作法有机会胜过大盘，操作又这么简单，那么剩下的就是自己在股海中的心理素质了。勉励各位投资朋友，投资的心理素质需要实战累积，越早开始，将越快找到适合的长期稳定获利模式。这个主题很有趣，我们按月的进度来持续看下去吧。本影片内容仅为我个人观点分享，并不构成投资建议，投资操作需小心，各位投资朋友需审慎评估，盈亏自负。这是慢慢变好越来越好频道，传递理财知识与幸福。如果你有在分享内容中有所收获，请您不吝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，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与您相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